年末年始，日文中代表一年即将结束，也衔接迈入明年的时间点。对于习惯过农历年以外的地区来说，就像是年假一般的存在。工作方面做完年度的收尾，好好休息，准备迎接全新的一年。而就在人们大多放下手边的工作，放松调养身心的期间，闪耀色彩的一首歌曲与纯粹的插画 MV， 在1个礼拜以内突破了50万观看次数。Story Light 的带动优子，属于他的个人曲 SOS， 就这样以 YouTube 影片和广告的方式，陪在原本就知道他的人身边，或者尝试让素昧平生的目光，愿意投以更多的关注。只不过如果你先看过频道的歌词解析影片，认为理解这首 SOS 唱的内容，就能真正认识这个女孩子的话，我相信许多熟悉东欧子的玩家，可能会觉得这点复杂的不好回答。大家好，我是 Skim。介绍歌曲的影片不是第一次，没有打算从歌词逐字去着手，频道可是迎来了头一遭。SOS 不像过去解析过的《梦见鸟》等等3首曲目，以剖析的手法去刻画偶像们的心境，整体氛围沉浸在甜美可爱。与其说是为了描写东欧子而作曲，不如说是替偶像东优量身打造。然而，当你越是熟知戴小姐的事情之后，作词作曲中明显有别于东欧子私下面貌的风格，其实有贴切符合角色设定的理由。究竟 SOS 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？又可以从中认识东欧子的哪些部分呢？用喜欢上你作为开场白的第一句歌词， SOS 巨细靡的从行动和想法两方面，呈现了一个女孩子陷入单恋时的心境。只是对到眼神，脸颊都热得发烫，一被你搭话就惊慌，心跳快得无法继续对话。搜寻着你喜欢的电影音乐，只要看见你发的 SNS， 就会按下喜欢。考虑明天要穿什么的时候，光是想到你的脸就会变得害羞。24小时想着你的事，妄想着不自觉抱紧枕头。以上的歌词约占了整首曲子的1/4，但那种表现出坠入爱河时的少女情愫，已经足以说明 SOS 的风格。没有艰深的字词搭配上轻快的节奏，造就了朗朗上口的曲调。而在12月28日透过首播去公开的 MV， 插画的部分则是由日本三重县出身的绘师兼 VTuber 喜龟类无疑老师负责。他也曾经在直播上以绘师的角度，引导观众去认识闪耀色彩在美术方面的巧思。MV 中有喜龟类物语老师绘制的戴小姐，采用姿势始终没有改变，选择以表情的差异去表现出东子的情绪变化。这种呈现方式在日文中被称为 Illustrator MV， 实际上早已行之有年。许多独立制作或翻唱的歌曲影片都会以这种形式，既不会让影片的画面喧宾夺主，又不会令画面过于单调。据我所知，有些人主张明明是偶像大师系列，推出的第一支 MV 却不像其他系列作一样，用 3D 模组去让偶像载歌载舞，说是官方偷工减料不用心。然而，对于闪耀色彩的游玩方式有概念的玩家，肯定知道作品本身就不是敲打节奏去过关的音乐游戏，所以也没有纸娃娃系统延伸出的套皮 MV。老玩家理当该明白的。换作是没有接触过闪耀色彩的新人，倘若真的因为官方制作的 3D MV 对东欧子产生兴趣，结果实际入坑之后却发现游戏本身不是这么回事，因而产生被欺骗感的话，那又该怎么办？思考一下这点，撇除成本或原定计划等等因素，你对插画 MV 满不满足？到头来说不定只是胖子咸菜吃不饱的问题，胃口大小不同罢了。既然谈到欺骗二字，也许有人会拿这方面的风险套用在那假如有人听了 SOS， 对东欧子产生兴趣后接触原作，以至于觉得被欺骗又该怎么办？东优与东欧子这样的两面性，摆在推崇将每个人原有的模样打磨出不违背本质的光辉的283事务所之中，的确存在着背道而驰的争议之处。曾经听过喜欢东欧子本来个性的人提过，他明明只要维持原样，依旧讨人喜欢，
来到83事务所这样的环境之后，不明白人不放弃东优这个形象的理由。站在理解原本的东优子之后，依然喜欢他的人的立场来说，肯定东优子的本性之余，希望他面对别人时变得更轻松。这样的想法不难体会。我相信东优子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点，只不过基于风险和一个私人的选择，说服东优子继续以东优的面貌对待偶像工作。先谈谈风险的部分，好比偏好东优子的声音，未必对东优感兴趣一样，喜爱东优的受众群，并非人人都能接受形象上呈现强烈对比的东优子。受到任何人青睐，避免被任何人厌恶，这是东优子起初塑造东优这个形象的最大目的，也渴望借此保护自己能在人际关系中安然无恙。过去曾说过，在 PSSR Starring F， 东优子和制作人用手机聊天的内容里，记录着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。而在 PSSR 马克 I 不知抖口红的场景，当初小学时自己遭到同侪投以的偏见，以偶然听见的形式，再次发生他人对东优心生不满的情境。事隔将近10年之后，东优子明显有别于被同侪指责时的愤恨，表现得坦然接受有人厌恶东优的八面玲珑，以言语上的捉弄回敬给私底下说他坏话的演员。之后回到车上的路途中，可以瞧见东优子与制作人提起这件事，见到眼前的男人替自己打抱不平后，觉得制作人比他还在意这点有趣之余，也不忘提点到对方之所以会对东优感到不满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现，赢过他们才衍生出这种败犬不服输的怨言。いや、入りづら。他行く？でも、遠いのよね。いっか。冬を舐めてる奴らのことなんか気遣わなくて。ああ、お疲れ様です。収録、とっ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。ご一緒できて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。お二人ともコメントが素敵で。本当ですか？嬉しいな。はい、ぜひまた。アウトだっつーの。こんなところで陰口とか脇が甘いにも程があるわよ、おバカさんたち。よし、完璧。ねえ、さっき冬陰口叩かれてたのよね。八方美人だとかひいきだとか、あと絶対性格悪そうなのに尻尾出さないとか。これはむしろ褒め言葉かしらね。今日の収録、冬ばっか振られてたのが気に入らなかったんでしょうけど。あら、納得できないって顔。腹が立った？そんなのわかるわけないでしょ、ああいうやつらに。でもあんた、冬のことにはムカつけるのね。こっちの話。这一段剧情的演出，把东优这个形象在东优子的偶像之路，实际上被运用在什么层面的界限划分清楚。尽管甜美可爱的个人氛围犹如精致的糖衣，
能够将东优子包装的在社交上无往不利。然而，一旦正式进入工作的正题时，倘若没有拿出符合要求的实力，也只会重演 Wing 第2季时的挫败，也就是东优子一再被摄影师推荐，直指他擅长笑出来却摆不出真心的笑容。东优的形象确实有助于这个女孩子的偶像活动，但不代表她只是依靠气质就闯荡出如今的成绩。扎实且必须投入大量毅力的自我磨练，东优子经历的可不比别人少。支持这个论点的最主要证据，莫过于他所属的团体 Storylight， 讲究强度的舞台表演风格。剧本中有出现过描述东优子为了追上阿萨希和爱伊，反复训练再从失败中纠正并累积经验的过程。不只是作为表演者，东优这个目前看起来难有破绽的个人形象，想必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像现在那么安定。审视一直以来的人生经验，从中归纳整理出什么样的自己，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如鱼得水又来去自如。东优是东优子透过努力才拥有的结晶，更是他没有逃避过去的铁证。无论是在迷光的第一个活动剧情 Straight Line Run， 他向阿萨里说明了什么是理想的偶像，又或是追溯到一切的源头，东优子被素昧平生的制作人偶像招募，思索片刻之后反问制作人，是否真的认为他拥有当好偶像的潜力。理想的自己在东优子心目中，向来不和朴素真实的自己有所挂钩，而是往迷人又完美的自己靠拢。SOS 不论是歌词曲调，和迷光所有的团体创作有着绝缘似的天壤之别，但这或许正是东优子想要证明的，证明自身的魅力就算横跨不同的领域也丝毫不减，也要证明他所选择的道路并没有错，以及最重要的，证明给东优子自己看，过去觉得偶像是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子才能变成，因此自认绝对与偶像无缘而自卑。如今的东优子却令许多人拜倒在石榴裙下，早已成为既可爱又帅气的迷人偶像了。我是 Skim， 感谢你看到最后。一首为了一个人而写的歌，内容势必会围绕在当事人身上的元素去作词作曲。SOS 描绘的是东优的面貌，而不是东优子。除了意义上再次宣言这个形象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每当有越多人喜欢上这首歌，会因为这首歌对东优子产生兴趣，无非也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说，所选择的道路又获得了一次的肯定。你喜欢这首歌吗？对于 SOS 又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就下支影片见咯。